美国非常希望他的盟友们，特别是北约的盟友们能多出点力，但是又非常清楚的知道盟友们是压根儿都指望不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的致命难题，盟友们都不管用了。2022年的2月份美国就要发布新版国防战略。这份战略不仅仅涉及到美军的战略决策、力量的部署和运用，以及美军战斗力的维持，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国的关系，还涉及到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分配。所以这份战略是饱受各方关注。今天的美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这个困境并不仅仅是美国的对外干涉行动纷纷遭遇挫折，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上严重的缺乏动力，导致国防或军事技术发展的速度很不如人意。虽然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在相当多的领域，美国觉得自己已经很危险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太空这3个核心领域。美国一方面要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盟友们的普遍无能为力。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智力密集型的学科领域，目前也只有美国和中国走在最前列。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因为缺乏足够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也缺乏高水平的信息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普遍没有什么建树。这就让美国面临一个很痛苦的问题，要不要把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果和技术分享给这些盟友呢？有些美国高层人士建议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分层指标，把人工智能的有关成果和技术分成几个层次，有些层次的内容可以提供给盟友，有些层次不能提供。他们认为这样做就给西方国家带来规模效应，就可以与中国和俄罗斯相对抗。那美国的这些盟友们是不是这块料呢？情况很不乐观。美国的北约盟友们，特别是北约的欧洲国家，在国防开支方面加起来还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美国每年是7700多亿美元，而欧洲的多数国家国防经费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而且这些钱还不是用来做前沿技术开发，而是用来给军队发军饷，维持现有武器装备的状态的。所以人工智能的很多前沿技术上美国只能是单打独斗。缺钱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影响新装备的研制，同样影响北约国家的实际战斗力。美国承认，在俄罗斯面前，欧洲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如果没有美国，北约基本上是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如今在乌克兰的局势是极度微妙、极度危险的这种情况下，美国带头表示自己不会动用武力，这导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完全丧失了干预的勇气。只有英国隔着冰冷的北大西洋说了2句硬话，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在东亚，美国人面临的局面是一样的。亚洲的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盟友，如果离开美国，完全不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任何有影响力的行动。日本和韩国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重重矛盾。日本和澳大利亚虽然在努力的探索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但是这2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即使是加在一起，也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美国在欧洲面临的窘迫局面，在东亚地区是一样的。这就是美国国防战略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那么美国会不会放弃这些盟友，缩回北美洲，去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来没准会，但目前几乎是不存在的。美国的立国之本其实并不是什么先进技术，而是对全世界资源、资金和人才的掠夺，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秩序。放弃了盟友，就等于放弃了对国际秩序的控制，进而就失去了财富的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丧失经济基础的美国不但没有办法维持今天的社会，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瓦解。所以美国现在更倾向于让盟友们多做一些，让美国省点气力，省心。那盟友们会这么善解人意吗？国家之间的关系哪里有这么温情脉脉的？更何况美国也不是什么讲义气的老大哥如此看来，下个月就要出台的这份国防战略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